青柑橘，上厕所，昨天网上上厕所都是这种颜色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个东西呢就不管它啊。来到这个地方呢，刚才有几个姐姐问我，这里是哪个地方？这里是茂名的电摆，茂名啊。那我在这边呢也不让大家睡觉了，要不说导游不作为啊？为什么呢？肯定要给你介绍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啊，随便说一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过来旅游啊，我们这个粤西的景点呢，都是以放羊为主。打个比方是什么呢？去到沙滩，给你说个时间，然后带你到那个门口，你们就进去自己玩了。像昨天海陵岛是不是？南海1号是不是？对不对？还有妈祖庙，还有放生台，都是带到那里让你们自己玩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像别的旅游城市、别的旅游省份这样子哦，全程拿着个旗子带着个小蜜蜂，然后呢就一路给你讲，一路没有的。这边除了海还是海，除了海滩还是海滩啊。给你看到的东西呢，就是自由发挥啊。昨天还找了个机会。帮你们拍了个照啊，然后呢，摄影水平也不怎么样啊，有的还拍得不太好啊，因为呢，这个也实话实说，因为我也比较少拍照。好了，补充一下我们旅游相关的资料，这个呢，看到没？这些漫山遍野的是什么树？荔枝树啊，荔枝吧。漫山遍野的什么树？这不是野生的，都是种下去的。红树林，红树林在海边呢。茂名靠海的地方不多哈，茂名靠海的地方不多。什么菠萝？黄皮。不是，来，茂名靠海的地方不多。哎，对了，来到茂名，你要记得3棵树，3棵树是最有代表性的。江泽民同志在位2届，然后呢，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3个代表精神啊，3个代表啊，江泽民发展的就讲的3个代表，就是在茂名的高州发起的。就讲起了茂名的高州，所以呢，他来到高州呢，视察的时候呢，就对，提倡改革农业经济，高新农业，与时并进。当时候90年代的时候呢，这里的茂名的山区呢比较多，茂名靠海的地方呢只有电摆，知道了吗？茂名靠海的地方只有电摆。昨天你去到的阳江市靠海的地方呢，就是阳东、阳西，还有这个海陵岛，都是属于粤西哈。我跟你说的这个几个城市都是粤西。那茂名这边呢，你来到这里，最主要的电摆靠海，其他地方都不靠海。那经济最好的地方呢，就是江泽民来的地方，高州。为什么呢？他提倡农业经济，他在1993年的时候就把一棵三月红种在了茂名的庚子镇，树根的庚子镇。然后呢，这个三月红呢就改名了，就不叫三月红，叫中华红。现在也正常挂果，但是挂的果呢并不多江泽民呢同志呢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种的这个树呢还是种的挺好的。然后呢，90年代的时候，这边的农民呢就根据他的指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把这边的，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还有这个土壤比较适合种植荔枝，所以呢全部是种荔枝。高州荔枝龙眼是全国最多的地方，清楚了吗？你在那个市场上面买到的龙眼荔枝超过60%，你在深圳买到的龙眼荔枝，我不说100%60%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粤西，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高州，这是全国产量最高的地方。那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茂名
的高州经济最好。那经济最差哪里呢？偷偷的告诉大家，前10年才脱贫的一个地方，靠近那个广西了啊，跟广西跟那个云浮的啊，跟云浮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呢？信宜，有听说过吗？刚才这个姐姐啊说困啊睡了，不好意思，我把那个茶杯放了一下，吓了她一跳啊。然后刚才拿了2个东西出来吃，这个就是茂名信宜的一个特产，李子。李子，其实广东省李子有2个产地，李子特别好，最好的是什么呢？韶关、南雄、雍源那边的生华李，哎，生华李，生命的生，哎，华，中华的华，叫生华李，也不叫三华李啊，三华李我不知道什么叫华啊，也有人叫三华李的，三华啊，韶关也有三华这个地方，但是呢，它三华呢可能是一个镇，南雄、雍源呢是一个县啊，这2个大县都是种生华李的，而且这个李子呢个头比较大，脆甜的。但是呢，我们这边啊，信宜啊，脱贫才10来年哦，高速公路才通了2年哦，很穷。有个地方叫前排，钱币的钱，排长的排，前排这个地方呢都是山区。我不知道你们经常出来旅游有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有一个景区叫仙人洞的，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听说过？没有是吧？15公里，开车1个半小时，大巴车1个半小时，15公里不？高速公路上面就10分钟的事情，他就开了1个半小时才到达那个地方，很苦的一个景点，坐车坐到一车人都晕车的都可以。但是现在呢，路也是好了一点啊，没有以前那么差了。那边呢就是学习雍源跟南雄，把这个生华李引进到他那边种。然后呢，现在呢，刚才你吃的呢，这个呢就是前排李，你吃的这个就是前排李，你一拿出来就知道了，因为前排李的个头小一些，价钱便宜，一般的是2、3块钱一斤。对，来，这个就是前排李啊，这个姐姐刚才给了我2个，因为我早上送了她2个蛋，啊，不是我的蛋，我的蛋还夹着呢啊，哎。他今天早上我们早上呢就是不吃蛋啊，所以呢我就送了他2个蛋，他就刚才还我2颗这个生华李啊，这个就是前排李了，前排李，它的名称叫生华李，但是是前排种的，它不是雍源种，那个好大，那个好大，如果是韶关的好大，韶关的有我讲话的麦克风那么大，但是好贵哦。如果是韶关的这个这么大的10块钱一斤，这个是10块钱4斤，一般菜市场都是卖这个价钱。我也挺喜欢吃的，因为它酸，甜酸的提神。它那个韶关的就不一样，韶关的是脆甜的哦。今天晚上你可以出去逛逛，这种东西刚好当季，5月份、6月份刚好当季，你可以出去买一点。湛江的粤西的特产很多，刚才给你说了龙眼跟荔枝，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吴川了，再过来一点，往前开多10公里就是吴川了，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我就不说莫名了哈，这边看马路这边吴川，这边茂名的另外一个城市，地级市不是地级市，县级市化州，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我这几年疫情过后，所有的钱都投到这里去，就昨天晚上给你吃的那个化菊红，这边化州，这边吴川，吴川靠海，化州不靠海，我是吴川人。以前我老婆她都不是导游，现在老婆给我拖下水了，做导游了哈。以前呢她不是导游，就是什么呢？以前我在20几年前啊，1998年的时候出来带团，一个月带1、2个团，都比现在一个月带5个团要好。为什么呢？以前呢
香港团、台湾团，没有国内很少来我们这边，因为他来的时间周期比较长，没有高速公路，一点点高速公路。然后呢，以前我们从深圳到湛江5晚6天，5个晚上6个白天，为什么呢？一接到团，第一天来不了湛江了，你们也来不了湛江。昨天你还是半途去了海陵岛了，如果直接到湛江，加多3个半小时。今天我们到餐厅那边就3个半小时，12点钟到，大概12点钟到。哎，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告诉大家，里程比较远了，一路上玩过来的。接了团以后，第一个晚上肯定会住在哪里呢？恩平。有一些香港的朋友就知道了，以前恩平的温泉很出名的。对，第一个晚上住恩平，第二个晚上住茂名，第3个晚上住湛江，第4个晚上倒回去住阳江，就昨天。但是以前海陵岛呢还没有开发的怎么样，都是住在阳江市区啊，然后第4个晚上才住回那个阳江市。那第5个晚上就住哪里呢？第5个晚上一般都是住在那个叫做番禺南浦村嘛，住在番禺，然后第6天才过那个罗湖关回去。以前都是6天的团的，现在都压缩一半了，3天。但是以前香港的客人过来玩的时候我们都是100块，他拿100块港币换我们120多块人民币。以前就是这个年代。以前我老婆做什么的？以前我老婆就是在化州这边有个景点的，看什么呢？就看龙眼、荔枝还有橘红。茂名的3个代表是江泽民讲的哈，但是呢，茂名这3棵树也是江泽民提倡大家去种的龙眼、荔枝你就知道了，橘红树都是在那个90年代才广泛种植，以前有都是野生的，都没有说去广泛去种植这个东西。我都不跟你说过了吗？以前我们拿个桶拿海参来喂鸡喂猪的吗？以前这个东西也没有是药，但是以前的这个东西呢就没有那么值钱。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疫情过后，这个东西的身价才明星，这就是民生才出来。这个以前大家回忆一下，化橘红呢第一个代言人是香港的一个明星，香港的这个明星呢已经去世了，很肥的，叫肥沈殿霞，有没有听说过？听过。沈殿霞，他就是为我们化州的橘红去做代言人。90年代的时候化州有一个厂专门生产这个止咳痰咳液的止咳液。你们深圳任何一个药店都有的卖，叫橘红痰咳液，不贵的，不到20块钱，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品牌。但是这个东西呢，现在慢慢又过了这么多年了，特别是疫情的时候，我也昨天跟你说过了吧我也是为了这个橘红去那个拘留所拘留了15天了。也是挺苦的。我老婆原来就是在那个农科所里面学会计专业的，在里面呢就是做营业员，收一下银这样子。然后我带团带的去多了，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还可以然后我就看上她了我一不带团反正以前团也少，反正每天就开个摩托车几10公里去那边请她吃化州糖水。化州还有一个糖水挺出名的请她吃化州糖水。还有大家回忆一下90年代底的时候没有说什么很好的东西的，就是夜摊大排档吃那个炒丁螺，你们是炒田螺，我们这是海边。你今天早上有的人捡的那种贝壳丁螺长像个钉子一样的一卷一卷的才能炒丁螺然后呢吃那些炒冰吃过吗？就是冰块用那个铲子把它铲碎了，然后再加点糖浆，叫炒冰嘛。90年代90几年这个东西就很流行的那时候也要3块5块钱一杯然后呢追了他8个月，泡到了。说句心里话，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啊，很少有人跟你拍拖了以后，我跟我老婆差不多6、7年的爱情长跑，1998年认识，2004年的8月6号，哇，才嫁给我后，这里啊，怀孕啊，都已经6个多月了，啊，对，先斩后奏嘛。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公费旅游，然后呢，我们做的不是说做地接，现在像带你过来给你讲解，带你去玩，这叫地接。以前都是做全陪多。什么叫全陪呢？湛江的客人去全国各地旅游，带你去旅游的，带到当地，坐飞机坐火车去到当地接待你的导游，那个才叫地接。我们以前做全陪比较多，以前那个年代也挺挣钱的。然后呢，小孩子，说句心里话的，都是结婚生子了以后才修身养性。以前阿杰啊非常不好，挣到钱的时候赌博赌得很厉害，赌足球啊，赌足球，世界杯啊，欧洲杯啊，英超啊，意甲啊，德甲啊，这全部都赌啊。然后呢，赌了输了好多钱啊。然后呢，老婆跟着我拍拖6年了，这个婚啊还没结得下来。后来嫁给我的时候，我很清楚的记得，我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江西身份证了，我也没细看哈。其实这点东西呢最不好，现在江西全国都出了名了啊。对，他要的聘礼啊特别多。其实我们广东，特别是广东本省的都知道，只要女儿过得幸福，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啊。江西的听了很多朋友同事都说江西的女儿很难娶啊，娶一个彩礼要好几十万的，是不是这个啊？我也不懂啊。反正呢，当时我娶我老婆的时候，我很记得的是1699块9毛9分钱，然后给我的老婆带过来的嫁妆，一个32寸的康佳彩电，一个1.7米高的永生冰箱，还有一个格力空调。那个时候，这3大件还不算什么的，最牛的、最炫耀的是整个小区里面，我们老爸是一个单位，我老爸是一个副处干部，我老爸是一个厂的厂长，1956年当兵，然后退伍了以后，是我们雷州半岛啊。大家有听说过雷州半岛吧？雷州半岛是雷州平原，农场最多，以前的知青下乡的都到我们雷州半岛最多。我老爸是农场的，金星农场、红星农场、华南农场，这几个农场在我们雷州半岛上面都是非常大的。我老爸就是金星农场第2把手啊，管几万人的。老爸是连长退伍，然后到了生产队，到了农场以后也是做干部。到了68年、67年，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工业，然后我爸是一个砖厂做了很多砖了吧？做什么呢？做耐火砖、高温砖，做建筑用的砖。我老爸也一个厂几万人，老爸一直都做干部，车间主任、副厂长。到了91年退休的时候，是做了3届的厂长才退休的。但是老爸那个年代不懂贪，老爸是副处干部。如果在你们深圳，他今年89岁了，他的退休金如果在深圳将近15000块钱，如果在广州的话，按照他的副处级干部的那个退休金是12000多块钱，但是在湛江只有8000多一点。3线城市，知道了吗？湛江是3线城市。当时我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老婆家里面做什么呢？老婆是会计专业，就在农科所，化州的农科所珍稀植物研究所里面做一个收银员，一个展销柜。然后我把她带过来以后，女儿出生了以后，家庭开支大了，然后呢，
也觉得导游这个行业还是可以的。然后老婆呢，04年年底我女儿出生以后，她就考了个导游证，啊，05年开始，女儿8个月大，还没有1周岁，我们就把奶戒掉了，就开始吃寺庙了哈。然后呢，就出来跟我一起带团，哎，我们老爸老妈都有一点文化的人，老爸干部嘛肯定有文化嘛，老妈呢也读过小学5年级，也有点文化的人。妈妈比爸爸小10岁，今年79，啊79。然后呢，对，虽然生长在这种家庭，但是粤西人的思想你是改变不了的。为什么呢？全中国最重男轻女的地方，广东。广东哪里重男轻女啊？一个潮汕，一个粤西，一个潮汕，一个粤西，一个雷州半岛。雷州嘛，雷州这个地方，家里面生3个儿子都不算多。我那个女儿出生以后，老妈的脸色不太好看，为什么呢？哥哥是渔民，运气好，钱挣到点，买了几条船，买了几条船，买了什么几条船呢？渔船。然后呢，早早的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稍厉害的，我老爸那个是干部房哦，130多平，4个房子，2个厅，3个阳台。1980年我就住上这样的房子了。当时老婆嫁给我也是图我家庭条件好。我有3个姐姐，有一个嫁给部队的，南海舰队其中一个军舰上面的宗教军官，宗教，但是还不是舰长哦，啊，还不是舰长，舰长的军衔更高一点，啊，宗教军官。我还有2个姐姐，一个是教地理的，公立学校的老师，已经退休了。我姐姐比我大15年，早就退休了，现在就在家里面带孙子了，啊，带小孙孙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姐姐也是公立，湛江前3甲的公立学校做那个英语老师，而且是英语科代表，啊，英语的科室几10个老师了，她是做领导的嘞，啊，家庭条件不错的。老婆就是看中我这一点，嫁给我，然后我自己就烂赌到所有的亲戚朋友的钱都借光了，老爸老妈的身家也给我败了不少了，然后还在外面结婚的时候还在外面欠了20多万的高利贷。那个年代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结婚生子了以后，把赌给戒了，开收心了，真的收心了啊！去聊聊天啊，说一说这个啊，说说那个啊，让大家就说这次没有那么无聊。这个呢是个人的一些就是家庭的一些小状况啊，聊聊天啊，喜欢听的一听，不喜欢听的就睡觉啊，然后呢，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社会啊，有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真的万万不能，真的万万不能。不要说这个了啊，说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来，我们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其实分界的很明显的，这边靠海的就是湛江最富裕的地方，叫这个吴川。吴川出过一个名人啊，湛江有两个响当当的人物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啊，经常在电视新闻、抖音里面说到的奥运金牌啊，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跳水运动员他的声名盖过了郭晶晶，盖过了胡明霞，盖过了任何一位的跳水冠军，就是湛江穷苦家庭出身的全红婵，长宝全红婵。还有一个就是吴川了，吴川就厉害，我们中国的国防科技这么牛逼，这么厉害，都跟他有关系。就是中国特级院士第7的创始人梁文风先生，1985年出生，今年才41岁。
他老家哪里的？他老家就是吴阳的。以前呢，我告诉你，刚刚开始出名的时候，我们旅游团用这组团去到那边看，一天几十个、上百个旅游巴去那边看，看了不到1个礼拜，然后国安局下令，不准旅行社组团去梁文峰家里面骚扰他家里面人。为什么呢？梁院士对国家的贡献，你知道有多大吗？多骚扰，你知不知道？然后梁文峰回来过年的时候，46个中南海保镖护送他回来过年。我告诉你啊，在国家利益面前，一切都是谎话，一切所有政治手段，所有什么外交关系都是放屁。在国家利益面前，国家的利益是最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最大的。这两样东西你要记好。战略同盟，为什么梁文峰回来过年要46个中南海保镖护送他回来过年？我们的战略伙伴俄罗斯，第一个派杀手要杀梁文峰的人就是俄罗斯，你们都不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这些特工，英国这些要杀敌对的，正常了。连苏联、俄罗斯这种友好战略同盟关系的，都要派特工来杀梁文峰。什么原因啊？因为美国加欧洲用了整整20多年的时间，花了几千亿欧元都打破不了的技术瓶颈。梁文峰用了3年的时间，花了600万美元，把这个技术瓶颈打破了。他把这个技术不是卖给国家，是送给国家。然后我们中央注资他的公司，现在第一次是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占股51%，梁文峰占股49%，他的市值现在是1680亿，厉不厉害？我们的黑科技啊，我告诉你，其他方面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姐夫4个字海军中将。去年11月份的时候，每个出去执行这任务，你都知道，当时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00艘军舰吗？去围绕日本、围绕台湾吗？要打破第1岛链、第2岛链，冲到第3岛链，实弹射击吗？当时所有这100艘军舰的所有官兵全部录视频，给家里面录视频。录什么视频啊？遗言。现在以前写遗书嘛，现在就录视频就行了嘛，全部发到。我姐姐也收到这个视频了啊，哭了1个礼拜，然后平安回来了。这仗没打成，打不成。那我告诉你，中国的黑科技牛到什么地步？你们今天下午你们到那个油军港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个东西。留意什么东西呢？一个8字开头的军舰，没有导弹，没有主炮，但是身上有圆形的，像那龟壳一样圆形的雷达。最厉害的叫886，它的型号叫886，就是我们中国最牛逼的电子侦察船。当时美国的2个航母编队11月上旬进入我们南海领域，跟澳大利亚、跟日本、跟菲律宾4个国家搞联合军演。我们1艘885船带2艘055大驱，加上4艘那个护卫舰，面对20几艘美国最先进的军舰，我们的一条885开到那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里面，跟他们的军舰一起游，一起开，他们的雷达、他们的电子屏没有任何发现，但是他们的瞭望手、他们的官兵在那个瞭望台里面用望远镜看到他们的军舰群里面
挂着中国的国旗才知道，中国的军舰已经在我们的战斗群里面，而且把所有的火控雷达都打开了，对准我们的航母，对准我们的军舰。只要中央一下命令，南海舰队司令部司令员一下命令，一个按钮，手都在按钮上面，一按下去，鹰击21、鹰击17，把这20几艘军舰全部打沉，赶紧，你都看到这新闻啦，赶紧撤兵。这个不是阿杰吹的吗？这个是我们中国就是有这个科技吧？这个这么高端的黑科技，谁来的？梁文峰，真正的英雄就是梁文峰。你说全红婵，他真的怎么出名都好，都是一个体育明星。说句心里话吧，也没有李宁出名吧，对不对？李宁80几年拿金牌到现在，现在还穿到他的衣服，是不是？全红婵现在退役，身材变形了，他也跳不回14岁那个水平，对不对？他只是一个明星，一个奥运健儿，为国争光的，他永远比不上中国特等院士梁文峰先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他跟发明原子弹发明那个核潜艇是一样的人啊，今年才41岁，厉害啊！啊，这就是我们吴川人的骄傲，我的祖籍就是吴川。对吧？一说到这个，大家就比较喜欢听了，喜欢爱国的人士啊，就比较喜欢听这个了。这个东西呢，就来到湛江，地大物博，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那我告诉大家哈，刚才跟你说了茂名就3棵树，龙眼、荔枝、橘红、画橘红啊。我这边呢也有橘红啊，也卖橘红，到时候你们喜欢也可以带点回去，因为我们粤西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橘红放在家里面，我们作为一个看门口用的，发烧感冒咳嗽谁没有？那有的话，你喝西药可能会好的比较快，但副作用太大了，60岁，对吧？然后呢，就身体又很疲累，但是你喝点橘红没有任何副作用，喉咙不舒服的啊，或者是咳嗽痰多的、抽烟多的，特别是你们的女婿啊、你们的儿子啊，抽烟比较多的，我教你一个方法。药店，昨天我们不是每个人一人给你1片这个东西吗？是吧？对，你家里面有好的橘红，你拿2片，我教你一条方，拿2片画橘红，菜市场、药店买一个2块钱的罗汉果，然后2片画橘红，2碗水放在锅里面煮15分钟，一个罗汉果把它掰开掰碎，煮15分钟。谁抽烟多的，烟特别是烟啊，抽多了，你的肺很燥热，它帮你清肺燥、清肺热，1个月你就喝上2回，就好像我昨天喝的那个茶一样，你第2天大便都是黑色的，你可以试一下这个东西，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我带一点化橘红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宣传价给大家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来，这个化橘红呢是这样子的，它1包里面有3个，重量呢大概就是55克左右，55克左右。昨天给你试的呢，对，有兴趣带1包看门口来，一样的如果卖橘红的人跟你说，听我说如果你平时去药店买橘红，卖橘红的人跟你说，我的橘红放了20年了，放了30年了，放了10年了，你听阿杰说的，你1巴掌刮过去，绝对没打错。为什么呢？疫情的时候，一个这样的东西，疫情的时候这个东西跟莲花清瘟一样抢都抢不来。疫情的时候，一个这样的东西，现在的市价，药店、同仁堂、大森林卖的价钱，一个这样的东西大概就10几20克，一个这样的东西按克算，5块8块1克，它的市价就是80块钱，市价就80块钱。一个这样的东西，疫情的时候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我最高峰的时候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的是嫁妆，放的时间久一点。老婆是04年嫁给我的，2020年疫情放了整整16年。当时我卖的一个最贵卖3000块钱一个，3000块钱一个，一个这样16年的花旗红卖3000块钱一个。但是呢，放了16年的花旗红呢，它的本身价格就大概200块钱左右，我卖贵10几20倍，都抢了，都抢完。我告诉你啊，卖药的那个花旗红的说卖你10年20年的，都是骗你的。我这个橘红就是2年多了，如果是放了10几20年，为什么疫情的时候不拿出来卖？炒高10几倍20倍的时候不拿出来卖，现在拿出来卖，那个都是骗人的话。我这个是疫情过后果园种植的2年多一点的花旗红，给大家尝了。昨天晚上有没有泡茶喝？有没有泡？没舍得泡，没时间，8点多回去了，睡着了。没事，那今天晚上再泡反正你不丢掉的话，今天晚上再泡那告诉大家来，现在这个花旗红真正的花旗红都带二维码，你一扫码的话就可以扫到我那个大舅哥我老婆哥哥的那个公司，它是食品，就是那个保健品公司才可以代理这个东西的然后呢，给大家个宣传价它一包里面呢有3颗，又怕你记不住那个什么寒咳嗽、热咳嗽，就给你打印了一张这个说明书在这里面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带一包回去看一下门口寒咳、热咳、咽喉炎都可以都可以。保存的话呢就很简单，你不用放冰箱，就打开了以后，那这里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了以后吃不完的，你就用个密封罐，或者是用那个玻璃瓶把它放在里面去就行了。如果是潮湿的话，像我昨天给你们掰的那个剩下来的，我还放在这里像我昨天掰的，我还放在这里为什么放在这里呢？因为这个它的药用价值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掰它很硬的掰它很硬的，掰不动。那这个呢怎么办呢？放在案板上面，用你今天买的那把菜刀，你就把它剁成一块一块小块，然后你就用来泡茶喝，或者是用来泡水喝煮汤都可以这个也一样的像这种呢我们平时不吃的时候呢，你就是把它用那个玻璃罐储存起来，那就 OK 了给大家个宣传价如果想的就带一点回去看一下门口。这个东西呢跟陈皮一样，越久越值钱，没有保质期的，越久越值钱我那个娘家吧，我老婆家里面以前呢就很穷的，就是疫情的时候很多人都顶不住了，她也发了大财，我也是发了一个小财，挣了几十万把那300斤卖了270多斤吧，然后我的挣了几十万，然后他家里面呢是挣了过千万，就是一个疫情挣了过千万以前开个几万块钱的车破破垃圾的，然后疫情一过买个100多万大奔驰很厉害这个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卖给大家多少钱呢？我这一包呢里面有3个，给大家一个宣传价，2年多一点的花旗红，给大家的这个宣传价呢是100块钱一包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拿一包回去看门口这个买得起，这海边的买这个是价格高。OK 我拿了1点过来100块钱一包，这是给你宣传价我这个不讲价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橘红你要这个树5年，我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树这个苗子这么大，1年的苗子种下去，2年3年它就开花了，它长得这么高的时候它就开花结果了。我们凭良心我们都是2年3年的花全部剪掉，把它的营养留到5年以后，它这个东西的药效才好。5年以后我们都是5年后的果，而且这个果呢
阿姨，你不明白这个意思。这个果1年开花结果1次，它都是5年的树产出来的果，它的药效才好一些。如果那些树有10几20年的，它的果它的药效更好，更好。我实话告诉你，我这个树都是5年以上的树，给你结的这个果，你听我说哈，你要它挂果多，你要人工干预。什么人工干预？你在这个果园里面，你还要拿个梯子叫工人拿那个鸭的最屁股那个硬毛，就给它这个花捅一下，那个花捅一下，让它挂果更多，它的产量才会多。要人工授粉，它才会多。你靠蜜蜂去传播花粉的话，一棵树挂不了几个。人工干预，而且整个果园都要装那个喷淋系统，喷淋啊，拉管喷淋。光是1亩地的租价1年18000多块钱，还不算。这个果压缩完以后，给你切割完以后保存在400平的仓库里面，8部抽丝机，24小时开。抽丝机不是家庭那种几十升的吧，是公蟹那种500升、400升的那种抽丝机，开8辆，然后把它烘干保存。所以呢，成本比较高，80块钱都不够成本。所以呢，100块钱一包给大家，真的是良心价。所有的导游都卖150的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湛江所有的导游都是跟我拿货买这个是正宗的。化菊红啊，有需要的100块钱不讲价了，就给你试一下。以后你来湛江，可能你会忘记你来湛江玩什么景点，玩什么地方，也不记得来湛江住过哪个酒店哪个地方了。但是当你咳嗽的时候，你一定记住我叫阿杰卖给你的化菊红，你可以试一试，看一看门口，100块钱不贵。OK， 有需要的跟我说，我拿了几包过来啊。下面你再做好了吗？下面再做。搞定了我，放我下面，下面。số 3它应该的，然后这个活的。你的意思是我这辈子不会说是？对，你要记住，买了菊红的要记住，它这个是寒咳嗽，你就什么都不用加，就是寒咳嗽、干咳什么都不用加，就200毫升的水，
带一片放到里面，它会长大的。昨天有泡过的就知道了，它会发大的，发很大片的。像我这个今天也泡了呢，但是呢太烫了，我喝不了。我就把它倒到那个。我也这样子搞噻，好是毛巾干嘛？毛巾给到，那便宜不便宜？看，打开还在冒烟，太烫，你看这边，别要，然后呢是这样子，我里面放的是红茶，里面放的是红茶，因为这个东西是然后这样子，对，因为太烫了，放的这样子，这样子流倒出来，这样子。不是，原有干的话，你就是用干的，就是泡出来的海水，什么都不用加，什么都不用加，就用氧吧。你找我。听我说一下这个橘红啊，因为昨天呢回到酒店那个时间呢就太快了，也没说的太清楚。它的功效呢就针对化痰、止咳、理气、平喘、清肺热这5大功效。要怎么样用呢？你要知道你是怎么样咳嗽。干咳嗽什么都不用加，就昨天我给你的那一片，200毫升的水，100度的开水冲下去。1天3次，1天3次。100度的开水也行，煮也行，煮个水开了，你不要煮那么多嘛。200毫升的水，很小的锅才煮得了嘛。你直接用开水泡就行了，你不是用那个，对，就这么多，就200毫升就这么多水，就这么多水。你1天就3次，你喝3天，基本上干咳嗽不说100%，80%-90%。OK 了。你这个就罗汉果了，罗汉果，对，罗汉果，1个罗汉果，2片化橘红，1个月喝2回，你是清肺化痰的，像你痰多，我也一样啊，这样一样，这样也行。苦的，橘红是苦的。为什么我要放茶叶呢？中和它的口感。我这个是红茶，你光橘红你泡出来呢，它的颜色也比较深，但是你加了茶叶以后口感就好很多。我讲话讲了那么多嘞，是吧？一讲就1小时嘞，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下去叫你们集中上车声音都很大了？我也是这个职业嘛，这个橘红呢起了不少的作用，这个真话啊。OK 你也来1包是吧？不多咯，要就快一点哦。你嘅咯2包。就那么多了没有价奖的，你要买正宗的，没有价奖的。正儿八经的化橘红我是果园，我是老板我占股多少？我可以告诉你，整个果园投资了2400多万，我只占股8%而已8%而已10%都不到。我这么多年的钱全部投下去了，我这么多年的身家全部投下去了，只占了8%点的股我不参与种植，但是我参与经营。这个呢，就是我销售给大家的渠道，直接果园就到你这里了。这是正宗的，不是假的，不是橘红也有橘红，但是它不能叫化橘红，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广西的、云南的也叫橘红，但是它的药效只有化橘红的1/5，我直接告诉你佢咁樣可能冇袋啦，我攞袋攞得太少啦。你係攞2包？我而家個酒店仲未覆我，等陣我俾個酒店未覆我，
有攞，我有。啱食未？嗰條會咗你車好㗎啦，黐好㗎啦，一啲琴晚咩一掹開就得㗎啦。你用嗰一塊刀仔就得，卡條就得，一啲時候就得，工成品㗎啦呢個，唔使你攞藥手頭賺賺。佢攞咗。仲有1、2、3、4包，仲有邊個要？邊個需要？還有誰有需要的？只有4包了啊！有需要就找我啊！好，收到，謝謝，謝謝你的支持啊！我可以保證你一樣東西，你以後來湛江，你玩過什麼地方，可能你不記得，但是你咳嗽的時候，你一定會記得減。嘿嘿，這個就是我的信心啊！我這麼幾年的錢都投進去了。没有白色袋子，这个是不行。来啊！我在这里呢，又给大家又讲一下吧，哈，就过掉了哈。有几包有需要的再问我拿。这个东西呢，就是药来的哈，要会用，不是不抽啊，不是你抽烟多了，我们的肺啊很燥热的，你要帮它清一下这个热气这个燥热。就是教你用罗汉果这个方法，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抽烟呢，他的肺呢也会很热的，很上火的也会有，肺热嘛，这个是中医的一个说法嘛，你就用罗汉果去治肺热。你原来抽烟是吧？你戒烟你不胖哦，15斤是吧？我戒烟，我疫情的时候戒了3年，胖到186，我现在150，我胖到186，胖到那时候没有脖子，本来我们家族这个脖子就不长OK 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可能会遇那一场雨，这个云比较大，现在湛江的部队特别多，你看现在看到那个山上面就有一个雷达连，对，你看到那个雷达就知道了，湛江的部队，空军海军特别多的。280多个部队，连级上单位280多个驻站在湛江所以呢，我们知道的才280多个。像那个2炮，以前的2炮，现在的火箭军，我们根本不知道多少驻扎在我们这个南中国军事要塞这个地方所以呢，作为这个湛江人呢，我们也是有很多人说，一打仗湛江就不安全了，怎么样？我告诉你，一打仗全世界都不安全。中国跟美国打仗，全世界你在哪里都不安全，对不对？中美现在都是贸易战了，说句心里话的，2018年中美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也打了这么多年了，2败俱伤两败皆伤我也不懂说这个普通话了反正打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反正我们出来旅游呢也少关心这个政治不说这个东西，就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湛江的概况。湛江12874平方公里，行政区域的划分呢5个县4个区，经济最好的吴川给你说过了，靠广西的呢叫连江，有没有听说过连江啊？来到我们湛江，除了吃海鲜以外，想不想吃一下湛江第正儿八经的白切鸡啊？连江的鸡就是代表，连江的鸡就最出名。吴川除了经济好以外，它还有当地一个最大的特产，叫什么呢？大月饼。
哎，像你们说买大月饼，买100多个厂家，你买哪个最出名啊？哪个最好啊？金九，对不对？哎，月饼，金九月饼啊，最好吃，足金本色，里面那个果仁，里面大饼啊。他说是5仁，其实有10几20种人里面，最好最值钱的里面就是橄榄仁，而且是有橄榄的仁。这个东西呢，还要进口的，进口的啊。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呢，就以前就简单5仁哦，现在的人就多了。对啊，吴川金九，连江什么呢？2样东西最出名啊。湛江鸡代表，湛江的鸡最好吃的就是连江的。我妈妈是连江人，连江人，17岁嫁给我爸爸，啊，对，我爸爸带我妈妈10年，27岁跟我这个老妈结婚。我姐姐比我大15年哦，啊，15年哦，啊，所以呢，我5兄弟姐妹相差的很大。相差得很远啊！我最小的那个姐姐，就是比我大3岁啊，也隔几年一个，隔几年一个啊。以前啊，那个年代啊，兄弟姐妹特别的多。刚才说回我们粤西的这个话题，说什么呢？全中国最重男轻女的地方就是广东，广东最重男轻女的地方，一个潮汕，第2个就是我们粤西，生3个儿子都不算多。我们这边有个老话。可能用普通话讲呢，讲不出来。生孩子、生小孩、坐月子的时候，你生到女儿，家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就吃什么东西，知道了吗？坐月子的时候，你们家里面生了女儿，家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就吃什么东西。如果生到儿子，又不一样哦，你想吃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能理解我的意思嗎？講白話就順口啲，生仔有乜，生女啊有乜食乜，生仔要乜有乜，要乜有乜，明白沒？所以你就很簡單的可以形容一下，我們這邊都是男人多，女人少，重男輕女比較厲害。那我們這邊用什麼方法呢？告訴大家，這邊土特產非常多，我們有偏方。什麼樣的偏方？我偷偷告訴你，我生了個女兒，隔了6年以後，我的兒子才出生，我也吃這條方。這條方呢，你們也可以試一試，試一試。也想生個男生的話，你可以試一試。我們這邊太重男輕女了，所以這條方在我們這邊太流行了，每家每戶都知道，大部分人都知道啊。因為我們這邊啊，土特產真的比較多，像剛才跟你講的月餅、雞，連江除了雞出名以後，還有什麼？還有這個紅橙，連江紅橙，嶺江橙啊，連江橙子很貴的。但是也很好吃啊，比較甜甜酸酸，國宴嘉果來的吧，連江紅薑橙很貴的，你10塊錢買4斤的慈橙、江西橙，但是你10塊錢只能買到1斤的連江橙，它的皮很薄，每個皮薄，肉呢是那個橘黃色的，像那個美國的新奇士一樣橘黃色的，甜中帶酸，非常高檔的，這個叫國宴嘉果。每年的11月份到1月份這2個月就是紅薑橙的季節啊。再往下一點就是穗溪，連江跟湛江市往下一點，現在我們就到了湛江市了。湛江市往下有一個隔了30多40公里的縣城，就叫穗溪。穗溪呢就是我們中國空軍最大的總部，就在空2師。當兵的朋友知道哈，我們中國有6個空軍師，6個空軍師，其中空2師就是在我們穗溪。那穗溪除了空軍比較基地比較多之外，還有什麼比較出名？甘蔗，但是這個甘蔗不是
不是这样吃的哦，是炸糖的甘蔗，炸糖的糖蔗，炸糖的黑黑的那种，黑黑不溜秋花花皮的那种，很硬的，就这么大的那种，很硬的。拔一根下来，有个流浪狗走在这里过，你就咬你的话，你就用那个甘蔗可以把那狗给打死，这么硬的，咬不动的，但是含糖量非常高，这就是穗溪的特产。还有这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呢，穗溪的海鸭子。湛江喜欢吃白切的哦，什么都白切的哦。我们的鹅，你们深圳、广州、珠三角烧鹅，我们的鹅白切鹅。但是呢，鹅最好吃呢在东海岛，在中国第5大岛东海岛。但是穗溪的鸭子、海鸭，红树林里面养的那种吃小螃蟹的那种海鸭，特别的好吃，价钱也贵了，一只海鸭100多200块钱哦，才3斤多一点，4斤重不到哦。啊，这个海鸭，我说的是菜市场的价哈，我说的是菜市场的价，你到饭店里面吃的海鸭，价钱还要高1倍的。哎，鸡就是连江的鸡，白切鸡嘛，湛江白切鸡不是很出名吗？是不是？哎，白切鸭也很出名的，白切海鸭，穗溪的。再到哪里呢？再到雷州，也是白切，什么白切呢？白切狗肉。你在深圳的街头有没有看到雷州狗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吃过？有没有买过？是吧？有没有看到买过雷州狗肉的？有没有买过？有是吧？对，湛江生蚝好嘛，雷州狗肉嘛，是不是？没有买来吃是吧？因为呢，狗肉也不是说个个都喜欢的，信佛的他不喜欢，信佛的不吃狗肉，哎，做生意的人他不吃狗肉。像我们走南闯北，安全排在第1位的，我们也不吃狗肉，知道了吗？所以呢，但是狗肉呢是喝酒的那個，即係我哋白話講嘅燒酒佬至愛，因為狗肉咧比較嚼頭，一嚿狗肉可以送幾杯燒酒啊！哎，對，到了湛江市了，但是我們在快線上面，我們還不進市中心，快線，吃完飯以後再進市中心。現在拿什麼快就快，12點鐘到餐廳還可能還去不了，還要12點多鐘的，現在進入快線，還要上那個湛江大道，然後再到餐廳去，先把飯給幹好了啊，把飯給幹了啊，肚子餓了沒有？沒有。餓了。雷州白切狗肉，雷州往下。雷州不单只有白切狗肉啊，我们的乳猪，你们不是我们的乳猪，我们湛江有烤猪肉也很出名的。我们湛江的烧猪不是烧小猪，烧大猪，烧100斤的猪，烧100、200斤的猪，我们是烧大猪，但是我们的小乳猪我们不烧，我们是白切，叫白肉。雷州白切狗肉，白切乳猪，还有雷州往下。海南岛的对面那个地方叫徐闻，对，徐闻什么东西出名呢？东山羊就是徐闻的，鼎鼎大名。我们广东人说的，哎，东山羊哪里？什么黑山羊嘛，它的名称叫东山羊，就徐闻的。还有一个呢，凤梨、菠萝，昨天你买的那个全部我们家乡种过来的，昨天在海陵岛买的那个全部我们家乡种过来的，而且你买的那个品种还是比较便宜的那个品种，比较好吃的，8块钱1斤，叫芒果凤梨，比较好吃的。啊，5块钱1斤的叫西瓜凤梨，大的很的，好吃的很的，甜的不得了啊！这个呢还有冬蜜啊，很多个品种，我们那边种凤梨种特别多，在那个徐闻。OK 啊，简单的跟大家形容了我们5个县：吴川、连江、穗溪、雷州、徐闻，用美食的方式给大家去说，记得住吗？记得就睡觉，嘿嘿，记得就睡觉啊。OK， 哎，来我这边呢就不说了。那海产品呢，给大家说一下，湛江最出名的海产品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沙虫。沙虫今天晚上可以去试一试，新鲜吃法就2种，一种呢是我们说的蒜蓉粉丝蒸，用什么粉丝呢？江门排粉。江门的排粉很出名的，用开水泡一泡，用暖水、热水泡一泡，将粉铺在那个碟里面，
沥干水分，用一点土榨花生油跟那个薄一点的盐，少少的盐，放一个底味，然后把通干净的杀虫，有没有见过杀虫？见过是吧？来，这么大的杀虫都是比较贵的，菜市场卖，圆滚滚的这么大的，这么长一条的，都要50多60块钱一斤，卖给你还要通干净的哦，用筷子，用竹签，像你家里面买猪肠一样，通来通去，把里面的水跟沙去干净。1斤的杀虫只有30条左右啊，像我刚才给你看的这么大的、这么长的，1斤只有30条左右。通干净以后，它只有2两半的肉，只有2两半的杀虫肉。哎，哎，对，2两半的肉。那今天晚上你们如果是2个人、4个人的，你们可以试一试，2个人就搞1斤 ，OK 了。如果是4个人呢，建议你搞2斤。就刚才那个做法，姜门排粉泡好了以后铺底，杀虫铺在粉上面，金银蒜知道是什么吗？生的蒜油跟炸过的蒜油铺一层在上面，很讲究时间。如果是1斤杀虫的话，蒸2分30秒；如果是2斤杀虫的话，蒸个3分半钟。蒸多了，杀虫就会缩水缩得厉害，因为它是优质蛋白。高蛋白，高哪里啊？高优质蛋白，知道优质蛋白是什么吗？不晓得哈。那我告诉你，昨天你吃的皮皮虾，昨天你吃的螃蟹，昨天你吃的花甲，昨天你吃的扇贝，这种东西在我们湛江多的是。你嘌呤高，你有痛风，你吃到刚才给你说的这几种东西，你痛得不得了。螃蟹、皮皮虾。花甲、泥甲，还有扇贝，这些蛋白也很高，它是普通蛋白，知道了吗？海参杀虫是优质蛋白，你什么高，你多吃一点，它不会影响你的三脂，不会影响你的血糖，不会影响你的三高，对，这是优质蛋白。我今天晚上介绍你去吃这个杀虫了哈，新鲜的，它的优质蛋白含量只有23%到25%，但是这个东西就这么奇怪，你把这个1斤只有2两半的杀虫肉，把它晒干，晒干以后，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是71%到75%，对。所以沙虫干在湛江是最大的一个海味干货特产，也叫地理性标志产品，跟我们的化橘红一样。你除了化州这个地方，你这个橘红没有这个矿脉上面去种，它的药效不明显，不好，必须要在这个化州这个矿山上面去种，它才是真正的化橘红。沙虫也一样。全中国只有2个城市只有杀虫，也有养的。那我告诉你哈，全中国只有2个城市有杀虫，第一个就是雷州半岛的湛江，第2个就是广西的北海，知道了吗？全中国只有2个地方才有杀虫，你去汕头吃到的杀虫，我们这边过去的。你去到北京吃的杀虫，去到北大河吃的杀虫，也是我们这边过去的；你去到福建吃的杀虫，也是我们这边过去的；你去到深圳、惠州吃的杀虫，包括你们昨天在海陵岛你吃到的杀虫，都是我们这边过去的，他那边没有。所以呢，杀虫呢是地理性标志产品。但是姐姐问的好，有没有养殖的？现在呢，我昨天不是只给你看很多养虾那种虾塘吗？是不是？有没有只给你看？我告诉你，养殖的杀虫呢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你今天晚上你在大排档，如果是养殖的杀虫呢，它比较便宜，因为呢它新鲜的活的杀虫才这么大。它是什么呢？池塘里面养虾，塘里面养虾，然后呢它会用一张这种黑色的塑料膜铺在这个
塘底，再混合一层有沙有泥的这种混合物，大概50公分，混合在里面，然后就把沙虫的种苗放到那个虾塘里面养。野生的沙虫是吃小贝、吃小花甲、小泥甲长大了啊，它是吃肉动物哈。如果是人工养殖的沙虫，它是吃虾的粪便长大的。为什么会这么小呢？是不是吃粪便、吃饲料长得更大呢？因为所有养虾的人，你们车上估计没有一个人养虾哈。虾高风险高回报，但是养虾每年要清塘一次，全塘整个池塘要消毒的，所以沙虫只能养到1年，它就这么小，小小的，1年就要清塘、挖沙虫、消毒了。那种沙虫呢太薄了，营养价值比较低，优质蛋白价值比较低，所以呢一般都建议吃沙虫，你要吃野生的，营养价值高一点，特别是买沙虫干去煲汤的。刚才在高速路上面，我们这个后面那几个朋友，他说有个朋友在穗溪的，穗溪的沙虫也很出名，湛江北部湾的沙虫都很出名。他问我有没有沙虫卖，我说有，我们做导游也是靠卖。橘红是我家的哈，橘红是我们这边自己搞的，我们湛江导游也是卖点海产去。买那个杀虫干吗？对，我们也有，但是绝对是野生，绝对是大的好的，拿出来卖给你。买了飞机吃了。给你看看，给你看看，我拿来了，给你看看啊，给你看看，我的沙虫这么大，这么粗。全部都给你通干净里面的沙子，全部给你通干净里面的沙子，给你晒干。这么大的沙虫，看到了吗？这个是野生，最少都有3年以上才有这么大的沙虫，而且这个肉啊很厚的，看到吗？听到了吗？很厚的，很厚实的。来，传递一下啊，给大家看看啊。我这里是1斤，我拿出来，大家看看，很香的。要不我拿2条给你们发下去闻一闻吧。来，来，这个野生的沙虫，拿着吧。来这边看看，往后传，哎，来，这个有的颜色会稍微深一点啊。有人说是泥虫吗？不是泥虫，沙虫的名字叫做网格新虫。首先它的竖纹粗，横纹比较浅，滋阴补肾。像我们炖汤 ，OK， 家里面2个人，你就拿个3到4条，2个人，对，炖汤，炖那个老鸽子，炖那个老鸡最好啊，往后传一下啊，不看的话往后传一下，哎，对，往后传一下，来，炖那个老鸡，炖那个老鸽子，滋阴补肾。杀虫呢，它是1个礼拜炖个2趟，那就 OK 了，啊，不用太多了。我们这里已经顶级的，第一个给你通干净沙袋，通干净里面的沙；第二个，来，没事，看看，哎，来看看，来，阿哥啊，摸摸，啊，睇睇我哋啲粗唔粗，大唔大兜？聞聞香唔香？这个就是吃之前要炒一下，把它炒香啊，粗唔粗啊？都夠粗啊，係嘛？啊，佢唔係香味，佢係香味，香味，香味，呢個唔係香味，係香味啊。佢個係粗鬚嚟嘅，粗鬚嘅，呢個係粗鬚啊，呢個粗鬚都有粗鬚嘅，但係咧全部通咗沙袋嘅，因為有個窿，睇到咩？攞筷子通落去，啊，唔係地龍喎，老闆，沙蟲就沙蟲喎，唔係地龍喎，煲骨頭湯也行，也行，傳到哪裡啦？睡覺是吧？睡覺讓他睡吧，這邊使唔使睇睇？呢袋俾你睇啦，呢啲沙蟲乾啦，摸一摸，看一看。
對。一袋一斤啊？我哋都係批發價俾你啦。係，我哋都唔夠膽賣1000蚊啊，賣1000蚊有錢賺。我賣800，800斤，啊，800斤，800塊錢一斤啊。8塊一斤。對，一斤，這個是一斤，這一斤沙蟲吃了很久了，你放在冰箱裡面冷凍的話，就是你要吃的時候，你要這樣炒一下。告訴大家，有的人以前買過殺蟲乾的，他煲湯他不會煲，不懂怎麼樣搞。那我告訴你，跟我買殺蟲乾的3條方，1條前列腺方。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年紀大了，前列腺都不好使，特別是做得多的、夜尿多的，殺蟲止尿是很快的。先告訴大家，殺蟲這個東西啊，我們這邊的小孩啊，從8個月我們就用殺蟲熬那個老雞湯，那老雞要把皮給剝掉，用那個雞架跟雞肉去熬這個湯，熬1個半小時，然後呢拿出來用這個湯拌米糊給小孩子吃。我們基本上1歲的小朋友，你掙不到他尿片錢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晚上給他包1張尿片睡覺，先睡之前先把一次尿，先把那個尿給屙了，然後晚上包1個尿片，早上起來的時候那尿片都是乾的。1個禮拜、2個禮拜，這個魔術貼都用到變形了，這個尿片還是乾的，所以你掙不到我們這邊的小孩的錢。殺蟲是最止尿的，前列腺肥大增生的，沒熬下去就靠它了。我有土方給大家，你可以試一試。這個湛江人都知道，用那個白蘭花、白玉蘭的花5朵，加5條殺蟲。1個老鴿子，一個老鴿哈，45塊錢、50塊錢一種老鴿，不是乳鴿哈，把它炒好以後放到那個鴿子裡面，然後燉湯喝，1個禮拜2回。你前列腺拉尿不好的，晚上夜尿多，你可以試一試這個土方啊，也可以試一下我們這個殺蟲的功效。它止尿是全所有海產品食譜裡面，大家都知道殺蟲它就是止尿很厲害的啊，補腎特別好。吃之前要這樣哦，吃之前殺蟲先不用洗，先拿剪刀這樣就把它剪開啊，不，來我換一條吧，啊不是這樣剪，是豎着廚房剪，把它剪開，放在那鍋裡面，開中小火這樣炒一下，乾炒一下，殺蟲燉湯煲湯才香才好吃。如果你要這個殺蟲又好吃的，燉湯不用燉太久，20分鐘就行。殺蟲你炒了以後，然後再去洗一洗，泡一泡，泡個10分鐘、20分鐘就行了。然後你要這個湯好喝的，就燉1個半到2個小時。你要殺蟲又好吃的，20到30分鐘。因為殺蟲很奇怪，野生的殺蟲，好的殺蟲，你越燉久，它就越像橡皮一樣韌的，知道了嗎？你買那種人工養殖的，蝦塘裡面養殖的，你燉半個小時，殺蟲全部都碎掉，全部都一層一絲全部爛掉，那種養殖的沒有用。野生的殺蟲就是越燉久，它就越有嚼頭，這個營養就全部在湯裡面。廣東人都喜歡喝湯，燉久了就1個半小時到2個小時。你要殺蟲又好吃的，就燉個20分鐘就行了。OK，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殺蟲的做法，一個生仔方，一個前列腺方，還有一個保健方，我都有。你不懂也不要緊，喜歡吃殺蟲的，加我微信，我把這個教程、把這個視頻發給你，對着來做啊。800塊錢一斤哈，400塊錢半斤，有需要的這麼好的殺蟲帶一斤回去，而且都是這樣子的，我拿過來，我上來深圳接團的時候我就帶過來了。有的人說，哎，你拿出來給我看了這麼漂亮，會不會賣給我的很差？拿過來你看過漂亮，你再給錢，就那麼簡單。OK 啊，今天登記，明天送，不用給錢哈，有需要就找我哈。OK， 啊。不是免費送，就是拿過來以後，你看了好了是一樣的，你再給錢，就那麼簡單啊！肚子餓了是吧？那行，請你吃一點湛江的小零食哈。哎，對，請你吃點湛江的小零食，這個呢就，
这个我就先不说了吧，这个就是我们小孩子海边捡起来喂猪的东西，现在也贵了。海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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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参肉。这个海参是野生的海参哦，它会比较，这个我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吧，先吃。这个只说不卖啊。先拿这个东西给你吃吧，带过来了。不是，来拿这个东西请你们吃啊。对，这个东西好吃的很呢。来，请你们吃东西喽！请你们吃东西了，我们湛江的小特产啊，这个小鱼，还有这个海苔啊，你们都可以试一下。这个东西呢，我们都是卖最好的给你啊，卖最好的给你，没有添加的，都是新鲜的，卖给你们。我这个不辣的，辣的。可能你们喜欢吃辣的，但是辣的我待会就不告诉你什么秘密呢？待会再跟你说。来，这个来小手的过来，对不对？要不要？好勉强哦，吃又不用钱，请你吃的。把它刷出来。还有10分钟到餐厅哦，我尽量给你们发快一点哦，要到餐厅还发不完哦。来，请你们吃啊，好东西啊，到时候请你的小孙孙呐，对，来，还有请你的小孙孙呐、小外孙呐，一下小鱼干，来，先给这边，再给你，你看美女的伸手伸出来，来。对，小鱼，试一下吧，试一下吧，翻咗啦，靚女翻咗啦，到餐廳食飯啦喎，係咪食飯啦喎？食唔食我呢啲？来，不要睡觉了，请你吃东西，马上到餐厅了，睡什么睡？马上就到了，还有5分钟到餐厅了。来，真的，5分钟到了，不用睡，请你吃，不买也不要紧啊。巴糖綠豆分海苔，食嘢啦，加不就啊？睡覺了嗎？準備吃東西了嗎？準備吃飯。拿吧。要我的東西吃是吧？馬上好。馬上好。行，坐，来。对，小海苔跟小鱼，没啥，好多东西。来，要不要？海苔要不要？不甜的，不甜的。来，姐姐，请你们吃。你们要吃辣的，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呢是不辣的。湖南要吃辣的，放在一起。东西都不辣的，湛江真正东西都不辣的。湛江不辣椒。
那个那个我们的工作是提前的嘛，那提前。我这评价低的等你晓得不？他绿媒的加朋友，现在考虑为个机会。还有你的讲当区的这些。来，这个海苔还有几片啊？谁要的？这个是大罐的，还有几片？谁要？谁要啊？谁要？还有几片？谁要？那小麻药啊？谁要？还有谁要？我小麻药我没吃过嘞。够了。哎呀，湖南的就有几个妹子在屋里跑了噻，他们真的就我的老妹子在那个。这个呢，因为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很多老家都比较喜欢吃辣的，这边呢我就先吃吧，因为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如果导游卖给你卖这个是辣的，他挣的钱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你要知道，我都昨天也说了嘛，昨天中午吃饭你们吃的全部都是清蒸的东西，为什么呢？东西新鲜才清蒸吗？这个叫原味，知道了吗？我说这个你懂不懂？原味。不新鲜的才加辣椒，知道了吗？我们进货的时候、拿货的时候，拿原味要比拿辣的贵好多，贵30%几。就拿啊，我就按10块钱来算，就贵3块多，懂了吗？所以呢，一般都是原味的才是新鲜的，辣味的就是不新鲜的。我直接告诉你，给你吃的海苔。这个不是普通的海苔，这是大罐的巴坦木海苔，啊，来准备到餐厅喽，我们这边呢就，是不是要在前面再掉个头，在这边呢？自助餐，这个先不说，先吃多少钱，到时候再说啊，想买的到时候再说，好吃的你吃，听我说哈，今天中午我们吃素。吃素呢，就是我们佛家里面说的积阴德、积福，懂了吗？今天吃饭没有服务员伺候你，你吃完饭还要自己把餐具放到回收处，为我们自己积福，为我们的家人积福，好不好？自助的啊，能吃多少拿多少，不要浪费。因为所有的素的餐厅都是国家补贴的，为什么呢？80岁以上的老人过来吃素是免费的，做公益、做慈善的人过来吃素是免费的，还有和尚、尼姑过来吃素都是免费的。我们作为旅游团，也是安排大家吃个素，积福，解腻，吃了2顿海鲜了，今天就简单一点，吃个素，好不好？不好，旁边有西餐，你过去吃吧，自费啊，吃素免费，我来包。没办法安排了吃素就吃素我也是对症下药。像昨天晚上小黄怎么安排我们住这么差的酒店呢？不是我安排的，是公司安排的。我也想住5星级的酒店呢，住6星级的酒店呢，多好啊！是，对，我也想住的好，自己休息的好一点。但是没办法嘞。OK 这里就是湛江火车站的位置了。
家你去把公公谈的你亲人娘那几个分，你那也是亲不得公公不得亲家。有时候反正自家没事就不然当到什么也是啥人。他的话放起来，他只有就是买一哈，直接在那里用那几千元就可以。如果用那几千我就不会旅游吧。就是晓得可以的话，把你给到他带过来。啊，这里是湛江老火车站啊，湛江老火车站右手边这个叫湛江老火车站。这里是霞山啊，霞山。湛江有2个站，一个动车站，一个高铁站。啊，这个是老火车，绿皮黄皮，绿皮黄皮。铁路。OK， 准备到餐厅喽。我不知道谁的，你可不可以叫老板把车开一下，先过来吃。这个是自由发挥哈，能吃多少拿多少，不要浪费。素食餐厅呢？哎，我这里没得素食餐厅。哎呦，这个小心啊，下面砖头啊。有啊，哪里了？西城有是素食餐厅。我嘞，我这卖哪里嘞？能够呢？能够吗？我把个早上晚上的早上。啊，先下吧，先下来吃饭吧，先下来吃饭吧哈，差不多大概半个小时吧哈，这里吃饭。不要再去找他了。你坐着我打。7点就不做了。哎呀。舒服。